这些网络一说难听点的，他们目前的网络都是正常的，你连上 WiFi， 不管是办公或者刷视频，网络都是很流畅的。但是问题出在会议室的电脑投屏期间，如果有参与者共享屏幕，那么播放视频它就会有点卡顿。期间他们也找了设备方，但设备方他们说他们设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然后又找了运营商，运营商又说他们的宽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每次会议总是这么卡的，也不是事啊，所以就找到了我，看看我能不能找出原因来。首先我得查一下电脑和 WiFi 之间的连接速率是多少，如果他们之间连接的速率太低，就算你再好的网络，它也是会一样卡顿的。因为很多笔记本电脑它的网卡配置都比较低，又或者 WiFi 距离电脑比较远的原因，也会导致网络卡顿的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查看一下这电脑当前的连接速率。好在我看到这电脑的连接速率高达866兆，这就意味着 AP 和电脑之间的连接状态它是极佳的，那这样就可以排除了电脑和 WiFi 之间的连接问题了。接下来我就要排除这 WiFi 的原因了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拼地址和测网速，我们可以通过拼大包的方式来判断它和路由器之间的稳定性。当时我给路由器拼半个小时的大包，发现它数据是正常的，所以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但到了测网速环节，我就发现不对劲了。我问过了，他们的宽带是500兆的，但是我几次测试下来都只有110兆出头，按理说应该能跑到400-500兆才对呀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要检查这条网线了，看看我用电脑插上去，它能测出多少兆来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脑接上去后，也就只能测出100来兆，那这网线它另头肯定有问题了。于是我就去它另头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来到了机房，大概看了下设备，他们这边全部都是1000兆的设备，而且线路也是极其的简单。路由器的1口是接光猫的，然后让2口是接 PoE 交换机的，让1口是接到48口千兆交换机上的，这线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接着我用电脑直接插在路由器上，打算测下主路由器的网络有多少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测试下来的结果只有136兆，只有136兆。这路由器不会做限速了吧？应该是没做限速，这就不对了。由于运营商说不是他们问题，而且设备提供方也调试了几次网络，所以我只能进入后台看看是不是他们做了什么限速。进来后台后，我首先看了 AP 的运行情况，但让我一脸懵逼的是 AP 列表里面居然没有任何 AP 不说，就连配置信息也是默认的。当时我就好奇，那他们如何配置这些 AP 的？不过这问题我先放在一边，我又看了下宽带的管理，却发现这路由器是没有做任何限速的。那按理说不应该只有100多兆才对啊，这宽带肯定不对了。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检查光猫了，但是由于这光猫连宽带账号密码都没写，所以我只能再次进入后台查询一下它的宽带账号了。我在万一找到了宽带账号，但它的密码是被隐藏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可以教你们一招，让它乖乖显示出密码来。大伙学会要记得，首先我们按键盘的 F12，调出开发人员工具，然后再点击这个箭头，我们把这个箭头拖到密码栏这边，然后我们再把 password 改成 test， 这样的话密码就可以看到了。哇塞！拿到密码后，我就用电脑单独接到光猫上，然后开始拨号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居然一样只能跑到100多兆，这就不对了。一般的宽带规格是100、200、300、500以及1000兆才对，现在跑出139兆来。100不像100，200不像200，何况200是500兆的宽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能让他们联系运营商了。接着我又开始研究 AP 配置空白的情况了。然后无线网下面接的呢是接旁挂了一个无线控制器。我以为那是 PoE 交换机哦，你那个是 AAC PoE 一体哦。对，有一台无线控制器是旁挂在交换机旁边的，然后无线 AP 是通过这个无线控制器管的。我大概明白了。后面我打电话问安装方才了解到，原来这个还不是 PoE 交换机，而是带 PoE 的 AC 控制器。难怪我在路由器界面找不到 WiFi 的配置信息，原来是这个 AC 控制器负责管控的 WiFi。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了 AC， 进里面看了下信息。当时我就看到了，这 AC 还是挺吃力的，这也可能是导致他们卡顿的原因。而且4个 AP 中还有一个是掉线的。后面我根据 AP 的灯对比了下，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异常的 AP。我用行电仪接上去，很顺利的就在机房找到了这条网线。
我再给他对了下线，发现网线它1到8星是正常的。你这线没问题。既然线路是正常，为什么这个 AP 就掉线了呢？正当我在纳闷的时候，这个 AP 就用行动告诉我的答案。没错，当我再接上去的时候，它就再也没有亮了。你这 AP 挂了不成？我又去看了下 AC 控制器，它的灯彻底就不亮了，直接就不亮了。不是吧？刚才还亮，现在彻底不亮了。遇到这种情况就真的说不清了。于是我就把它拆了，拿到机房里面，再单独用一条网线试了下，发现它仍旧是不亮的情况。彻底不亮了。我换个口试一下，到时候不会把其他的给搞没了吧？换其他口试一下。完了，挂了，跟口没关系，你这个完全挂了，就掉了那么一口气。反正这 AP 就掉了一口气这里了，我来了，它正好就坏了。好在我有视频可以证明，不然的话就解释不清了。总之经过我排查下来，设备方、运营商都有问题就对了。后面我和他们说，如果宽带解决了还是出现卡顿的话，那么就要把这个 AC 给换掉了，因为这个 AC 多少有点吃力。不过自从运营商那天把宽带给解决后，客户就和我说，视频就再也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了，他测试的宽带也是可以跑到500兆了。到了这里，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好了，希望本期排查故障能给你提供思路。这一期是维修某个小区的监控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期维修监控有一定的危险性。维修期间，我需要进入电梯井里面作业，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员配合才行，不然很容易出现意外的。反正我爬出电梯井的时候，我的衣服变成了这样。至于我人怎么样了，大伙自己脑补啊，反正还活着。先说说我的维修思路吧。我首先来到他们的监控室，统计他们的监控到底坏了几个。过来一看到这个 HK 画面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之前肯定有人过来维修过，不但没有维修好，还把丢失的通道给删了。这无疑给我增大了难度，因为这样我就无法通过回放的方式来确定监控的数量和位置了。我这边只能进入通道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收到被删除的监控。运气挺好的，就这样收到了一个。点击添加，画面就出来了一个，这算是修好了一个吧。但是没过多久，这个刚才修好了监控画面又断开了。不过这也在我意料之内，我过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至于怎么完全修好它，这事放在后面再说吧。好在这边的电工知道全部损坏的监控位置，这倒也省了我用数字大法来定位监控了。首先来到围墙边这个监控，我先用手盖住它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模仿黑夜。如果它没有开红外灯的话，那么它供电绝对是出了问题，或者自身损坏了。我盖了它半天没有任何反应，于是我就要检查它的电源了。结果原来它电源被人家倒过来了，雨水直接进去把整个电源给烧了，只能说给它更换一个全新的电源了。这样就修好了一个。接下来到地下停车场了，这个镜头问题是经常画面时有时无的。我过来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它的红外灯是开启的，那么初步排除了它的供电应该是正常的。既然它供电正常，那就要查它的线路了。我拆开检查它的水龙头，发现它水龙头打的也没问题，但是通过肉眼是看不出来什么的，也可能网线中间断了芯也说不定。我只能用测线仪来对线，对线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1到8芯都是正常的，这样就排除了水龙头问题、网线问题。但是插上交换机的时候，数据灯总是闪着闪着就灭了。当时我以为是交换机的口出了问题，我用3号口和它的位置对换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会闪着闪着就灭了，那么也排除了交换机的口问题。当时我还看了一下，这个交换机是千兆的，如果是交换机出现问题的话，那么其他的监控不可能平安无事的，所以交换机的问题也被排除了。这时候我只能更换水龙头试一试了，因为有些水龙头不太好，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结果更换了水龙头后，发现还是一样的症状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怀疑它电源或者是摄像头问题了。先按照低成本的方法来维修，那就是更换它的电源试一试。打算给它更换电源的时候，发现3号灯彻底不亮了。我当时维修的监控是4号灯，咋3号灯也出了问题？我过去一看的时候，还有这种好事，送上门的钱岂有不收之理？正好连你一起也维修了。
这2个监控在我更换电源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画面丢失的情况。接下来就3部电梯维修了，这3部电梯的监控是由网桥来传输数据的。我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网桥。一般情况下，网桥是成双成对使用的，一个负责发射，一个负责接收。它的传输距离特别远，有些可以传输2公里，有些可以5公里、10公里。甚至30公里的传输。网桥就相当于一条无形的网线吧，它的广泛用途在电梯、马路、山上等不方便路线的地方。当然它也有弊端，就是用的时间久了，多少变得不稳定了。很多电梯里的监控时好时坏，大多数就是网桥不稳定导致的。便宜的做法就是重新调试一遍，但是过段时间依然会掉。好在这边不差钱，打算让我更换全新的网桥，先稳定几年。至于更换网桥阶段，你没有经验，最好是不要擅自更换，其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，所以这个过程我就跳过了。就这样，全部损坏的监控就被我给修好了。如果这期维修监控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